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去博物馆。小美，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情况？什么情况啊？听起来很有趣的样子。想象一下，你走进一家博物馆。我在听。然后呢？看到了什么？我看到一个特别大的碗，黑色的。一个碗？那很奇怪吗？有什么特别？我当时心想，这不就是我家厨房的吗？哈哈，你把博物馆的文物看错了。对啊，以为是个普通餐具，太好笑了。原来是这样。那后来发现是什么呢？哈哈，它是一个古代的陶器，装水的。哇，这差别可真大啊！文化真有意思。是啊，所以说去博物馆真的很有趣。我也这么觉得，能学到好多新东西。尤其是那些看起来很普通的东西。对，它背后可能藏着一个大故事。你喜欢去哪种类型的博物馆呢？我比较喜欢历史博物馆，了解过去。历史博物馆确实能让人思考很多。看那些老物件，感觉像穿越了一样。是的，他们都在无声地讲述着历史。有时候，我会在一件展品前待很久。你在仔细看说明吗？文字多不多？不只看文字，也感受那种历史感。我喜欢看古代的瓷器，很精致漂亮。那些工艺品真的让人惊叹不已啊！还有那些画，每一幅都有它的故事。不同的画风也代表了不同时期文化。对，比如水墨画就很有中国特色。博物馆里还有很多外国的艺术品。是啊，可以看到全世界的文化交流。这也是去博物馆的魅力之一吧？绝对是，每次去都有新的发现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有些人喜欢拍照？哈哈，当然了，我也是其中一个。拍下那些精彩的瞬间，留作纪念。但记得不要开闪光灯哦，保护文物。是的，这是基本礼仪，一定要遵守。我还喜欢看那些小朋友在里面学习。他们从小就能接触到这些，真好啊！对，培养他们对历史文化的兴趣。博物馆也是一个很好的亲子活动地。没错，全家人一起去，很有意义。下次我们也可以约着一起去看看。好主意。上次那个碗博物馆。哈哈，不是碗博物馆，是历史博物馆。明白了，那我们计划一下时间吧。我也期待，希望能看到更多惊喜。那我们下次再聊聊参观感受如何。对了，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快说来听听。你有没有特别喜欢哪种博物馆？我挺喜欢自然历史博物馆的。哇，那里面都有什么啊？好棒！有恐龙骨架，还有各种动物标本。我上次去了一个民俗博物馆。哦，那种很接地气，对吧？对，里面有很多老物件和农具。感觉就像回到了过去的生活一样。看到老式纺车，很有趣的体验。哇，那肯定会让人感慨万千呢。是啊，这让我想起一个词叫传承。
传承文化和记忆真的很重要。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啊。没错，这在中文里很常用呢。它强调了历史的延续和发展。你有没有觉得哪些文物最感人？我觉得是那些写着家书的竹简。是啊，文字记载了多少情感啊！那些无声的诉说，你有什么感触？是的，它们能让我们连接古今。我有次看到一个古代儿童玩具呢。哇，那会是什么样子呀？好奇。就是一个泥塑小狗，特别可爱。真的吗？感觉童心未泯啊，古人。那一刻，觉得古人也很懂生活。说到泥塑，中国很多地方都有。对，比如天津的泥人张特别有名。那是民间艺术的瑰宝，很细腻。这体现了中国人对生活的热爱，也是手工技艺的一种传承方式。我还去过一个关于钱币的博物馆。钱币？那不是很枯燥吗？哈哈，一开始我也这么想的。结果呢？你看到了什么惊喜？我看到古代各种形状的货币。像贝壳、刀币，很有意思吧？对，还有半两钱，特别小。它们背后都有丰富的历史故事。没错，是了解经济发展的好窗口。比如刻度尺、天平，很精密。这展现了古人的智慧和匠心。下次参观可以多留意这些。哈哈，下次我们去淘些小纪念品。好啊，但有些展品不能拍照呢。对，特别是那些很脆弱的文物。有些博物馆还有数字展览体验。数字展览？那是什么新鲜事物？我们下次再深入聊聊这个。对了，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尽管问。你觉得参观博物馆时最难忘的是什么？最难忘的是那种沉浸感吧。有次我去了个民俗博物馆。民俗？那是什么主题的？就是看老物件，像以前的灶台。还有织布机，特别有生活气息。哦，就是展现百姓日常生活的。对，感觉能和过去对话。哇，这听起来很有意思。有些老物件的名字很难懂吧？是的，这时我就看旁边介绍。很多词语字典里都找不到呢。对，比如斗笠，你知道吗？斗笠就是草帽，夏禹时代的。古人智慧真的体现在小细节。你有没有遇到过特别搞笑的事？哈哈，有一次我在参观时，看到一个小孩指着文物大喊。他喊什么？是看错了东西吗？他说：“妈妈，这个碗没洗干净。”哈哈哈，太可爱了，童言无忌。整个展厅的人都笑了，很放松。这种轻松的体验也不错。话说，你知道馆藏是什么吗？馆藏？是不是博物馆的收藏品？没错，它还指博物馆的财富。不仅是文物，更是文化传承。哦，原来它有更深的含义啊。像国宝这个词也很有分量。
是的，国宝就是国家的宝贝。比如故宫里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那是镇馆之宝，非常珍贵。记得有一次我去看一个特展。特展？是不是限时开放的？对，是关于丝绸之路文化的。里面有很多西域的瓷器、壁画。哇塞，这听起来好宏伟。它反映了古代中西文化交流。是啊，语言和文化都相互影响。对了，你有没有注意过指示牌？肯定啊，上面有双语介绍。有些英文翻译的特别有趣。哈哈，是那种直译的生硬感吗？有时候会让人忍不住想笑。这也算是另类文化体验了。不过，说到翻译，我有个疑问。疑问？关于文物名字的翻译吗？那你的看法呢？我觉得文物翻译要很小心。对，它有很多文化背景。比如四羊方尊这种，直译可能就少了韵味。得传达出古代的智慧。我记得有次看见一个把榻字翻译成 bed。哈，那是古代的床榻吧？对，差点就想躺上去。这就造成文化误解了。旁边游客也觉得好笑。文物解说确实是门学问，需要懂古今语境差异，而且还要有文学美感。真是一点都不简单啊！很多成语也源于历史。像完璧归赵那种吗？是的，和玉璧故事有关。博物馆里有它的原型。那真是活的历史课了。每个字都有故事背景。难怪中文那么有魅力。学习中文就是学文化。这种感觉真的太棒了。真是越学越有意思。说到这里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很多古代器物上总是出现蝙蝠图案呢？蝙蝠不是福气吗？对，福和福谐音，代表吉祥和很多好运啊。原来是这样的缘由啊。还有龙凤图案也很常见。它们又象征着什么呢？龙是帝王，凤是皇后。哎呀，这就很有趣了。我上次有个外国朋友，他问我给力是什么。哈哈，那个流行语吗？博物馆里肯定没有。但它也是文化符号。我解释了半天力量。感觉就是太棒了吗？但背后还有股劲儿。中文真的博大精深。是啊，比如词语的褒贬。对，同样一个词语，用法不同，感情不同。哎，这真是个大挑战。下次我们好好聊聊这个。是啊，比如随便这个词。哈哈哈，这又是一个坑啊。对，我朋友请客吃饭，他说你随便点吧这句，结果他真随便点了。然后气氛就尴尬了。对，感觉很没礼貌。其实是让你别客气。但不是让你乱来啊。
这背后是待客之道。中国人特有的客气文化。对，要懂得谦虚推辞。你不能真的一点不谦让。哎呀，这真的很微妙。就像外国人理解不了。说哪里哪里一样吗？哈哈，就是那个意思。那是一种独特的自我谦逊，算是我们民族的特色。这种表达太有意思了。你有没有被随便坑过？当然有，我有个亲戚。怎么了？快给我讲讲。他第一次来我家做客。哦，然后发生了什么呢？我让他随便坐沙发。他不会直接坐地上吧？差不多，他坐厨房板凳。哈哈哈，这个误会可大了。我赶紧让他坐舒服点。看来这个词真不简单。是啊，文化深藏其中。我还想到了一个词。是什么呢？快说说看。是吃醋这个词，你知道吗？哈哈，表示嫉妒的意思。但外国人会很困惑。为什么吃醋和嫉妒相关？这背后有个历史典故。哦，是唐朝的故事吗？对，房玄龄的夫人。听说他特别爱吃醋。皇帝赐给他一杯醋，让他选择是喝还是让步。她宁愿死也不让丈夫纳妾。哇塞，这故事也太生动了。这真是个重要的文化符号。语言真的有血有肉。是啊，每个词都有故事。哎，说到这种历史故事，我突然想到更复杂的。比如说词语的褒贬转化。对，还有地方方言词语。那些理解挑战就更大了。下次我们深入聊聊。下次我们深入聊聊。对啊，好期待下次。语言的魅力无穷尽。比如方言，太有意思。每个地方都有特色。就像一本活的历史书。是的，记录了生活。还有文化习俗变化。很多词都带着地方味。听起来特别亲切呢。外地人学起来会难吗？刚开始可能会有点懵，但也是一种乐趣所在。没错，也是重探索啊。就像探索古董一样。哎，说到古董和历史，这就想到博物馆了。对，里面宝藏可多了。每件文物都有故事。它们是无声的语言呢。等着我们去发现解读。我最喜欢看青铜器。它上面也有文字符号。对，那种感觉很穿越。仿佛回到几千年前。想象古人的生活场景。真是太有意义的体验。对，比看书更直观。能感受到历史的温度。每次都流连忘返呢。我也一样，收获满满。看来我们都爱去博物馆。确实是，每次都有惊喜。
每次都有新的感受啊。比如某个小细节发现。就像上次那个湖，它背后的典故也很深。是啊，又学到了新词。真是个学习的好地方。对，不只是看热闹哦。今天聊得真开心呢。是啊，时间过得好快。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。博物馆是最好的见证。很高兴我们能分享这些。也希望大家喜欢这期。那么，你们最喜欢去哪个博物馆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。下次我们聊聊古代服饰吧。听起来就很有趣呢。好的，下期再见了。